飞马队到，你带第二队从右侧跑上。明白。响尾蛇到，你带第三队从左侧跑上。明白。第一队跟着我出发。 看见了。爆狂分子肯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。营长。 我这里发现一爆狂分子丢弃的弹夹，他们应该是往沟里去了。明白。小心！ 小二，小二，小二，进来爆炸！医疗队，医疗队，调动药两地区5名重伤员去苏联营救，苏联营救！你在这儿照顾好他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老乡，老乡，老乡，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发现一名伤员，请马上派人救援。老乡，你们还有几个人在他们手里啊？几个？德川报，这里是飞毛腿，爆恐分子手里还有4名人质。收到。 快动药，快动药！我是钻山豹，爆恐分子手里还有4名人质。明白。地面和空中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。所有人注意，继续前进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明白。你们2个留下等待救援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
广东有，黑熊沟底河川一侧发现一处食物和石墙，有没有人员活动？没有发现人员活动。再复查一遍，打开热成像雷达，仔细搜索。明白。看好了啊！望远镜。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已经发现爆孔分子，7人在屋外，1人在屋内，看样人质。over。明白。拐动药，拐动药。这样，我先返回空中指挥部，升空指挥。飞毛腿，响尾蛇，你们带着你们的人在外围继续行进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明白。喂，长老，我是老狼，我们被解放军给盯上了，还死了好多兄弟。什么？让我们等到晚上？喂喂。1号位检测完毕，收到。2号位准备完毕。怎么样了？目标是随地。明白。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激光已锁定目标。拐动腰，拐动腰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。拐动腰，明白。老袁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，知道怎么办吧？拐动腰，拐动腰。攻击计划如下：第一步，狙击手先设法干掉屋内的爆孔分子；第二步，邵伟华分队用激光照射屋外矮墙处的目标；第三步，实时从远距离发起攻击；第四步，邵伟华用爆震弹和烟雾弹掩护，发起最后的冲击。马上行动。明白。时机成熟就开枪。收到，收到。各机组自选目标，一个不留。
带走。去。走。报告营长，任务完成。你就是那个姥姥。带走。报告指挥部，报告指挥部，我是钻山豹，任务已完成，人质已救出，准备返回。成功了！成功了！祝贺你！太好了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姑娘们，我们返航。唐威终于接受了袁剑行将来他们的备用方案，主动与 C 集团军指挥所沟通，统一了战术思想。C 集团军指挥所把备用方案实施的指挥权交给了陆军一路。也正是这一仗的胜利，一举改变了 C 集团军在战场上的备用。机长，看，在那儿。哎呀，往嘴列看到了，现在情况有点复杂，可能降落有点困难。机长，我们再下降点试试看吧。好的。王子，我是指挥中心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指挥中心，我们已经发现了伤者和2名女友，但是现在下面情况比较复杂，谷底全是乱石，根本就没有可以降落的地点。山谷里一共有几个人？我们只看到3个人，一个是现任伤员，还有2名现任女友陪伴在伤员身边。不好，大队长，山顶上的油层在加厚，这是要下雨啊！如果再看不清两侧的山体，这直升机摇摆不定，将会有撞山的危险。连长，我们绕后边地方再试试看吧。好。
儿吧。这样，你们俩还能走吧？好，我来背着他，把他转移到那块平台，好吧？走。降低高度，放下脚车。放！对，这边。报告。 王总，现在和小梁去把苗跟鸟一起拉上来，一起回去。是。你们怎么回来了？谁也走不了了，快走！走啊！ 队
袁副营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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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到担架上。别动，让他也恢复一会儿。他是用这个小镜子报的信。杨营长，你醒了？江大队长，哎，是我。到前面了。老乡，部队在这里演习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从这里过很危险的，坦克很快就过来了。坦克啊，坦克早就过去了，都过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昨天晚上过去的，过去半宿了。哦，他们去哪儿了？往西边去啊。西边不是山区吗？往山里去啊。谢谢啊。怎么样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什么话头？坦克昨天晚上就过去了，进了西部山区。进山？地图。你看，从这个岔路口往西，确实有一条通往山区的公路。马尔多肯定是进山了。他进山干什么？这条路啊，有可能通向我军的后方。我怀疑他要偷袭我们的后勤基地。那要是这样，可就麻烦了。老毛，我是疯子。什么情况？快说！怀疑啊，地局在跟我们耍滑头。不要怀疑，要说依据。他可能走西部山区小路，绕到我们后面去了，要在我们后方实施偷袭。你这么肯定？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，我建议啊。情况并不清楚，你建议什么？我看见3号公路上有坦克履带印，我还听老百姓说，昨天晚上有坦克开过。请指挥部马上调整部署，最好放弃伏击计划。参谋长，江海他们发现一个新情况：3号公路发现坦克履带印，他怀疑古霞的部队已经转向西部山区。古霞要走西部山路？胡扯！那么窄的路，能过坦克吗？江海大队长，我是参谋长，你在天上飞着，怎么可能看清公路上的履带印？我降落在3号公路旁边，我亲自在公路上查看的。什么？你落地了？是的，我判断敌军有可能从西部山区绕到我们后方。你看见坦克了？没有，但是我听老百姓说了。听老百姓说的？我看他真是疯了。我是疯子，首长，请指示。骂你们都能听出来，严谨点。仅仅是听说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？一个飞行员干起了侦察兵的活，
真是头一回听说。你叫江海他们马上返航，继续在3号公路上逗留，只会暴露我们的意图。是。冯子，请你按原路返航，听见请回答。疯子明白。江海说的没错，这回 A 集团军被 D 集团军坦克团长古霞耍得不轻。早在演习发起前10个小时，狡猾的古霞已经率领他的坦克团进入了西部山区，利用夜色和山林掩护，悄悄向 A 军后方长驱机动。A 军指挥部竟然一无所知，海岸计划在小沙河一带设置伏击场。团长，来口水吧。团长，这个规定不让喝酒，你尝尝。有规定，你尝尝就是了，看把你吓。没味儿，这不就是水吗？这是我自己勾兑的矿泉蒙岛甲双2锅头，怎么样？够劲吧？团长，什么意思？酒不喝了，但状态不能没有。矿泉水喝出酒的感觉，这就是境界。你伤口还有多远？报告，还有35公里。怪不得前2天你让咱们的工兵营伪装成当地的施工队进山来修路，就是为了从这儿绕到 A 集团军的背后，给他来个出其不意。同志部队，一刻不提的给我看守伤口。是。团长，放权的小队。领导，不行动。现场在手上吗？在上头。像是自己呼吸。那不是在消除痕迹吗？哎，副营长，我们要不要整他一下？首长要求我们不站边，只讲军。摸清楚他们意图再说吧。明白。参谋长，我觉得江海报告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。报告情况可以，但做出判断是指挥首长的事。你同意他落地的？我也是刚知道。进水了，师傅，指挥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。什么屁道理？你看啊，西部山区道路狭窄，重装备根本就无法通过。就算是地军想偷袭我们，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。他们能飞过去？那你干嘛就非要唯一国家为了偷袭呢？战场上唯一相信的就是你自己，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对敌人的怀疑。我可不想白来一趟。按照命令返航也不算是白来一趟吧？那你告诉我，地军坦克深夜通过3号公路岔路口，又突然神秘消失，不知去向。这个动作说明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任何隐蔽行动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不想放弃我的判断，有继续侦查追踪的必要。回飞。师傅，你就按照命令返航吗？松手！师傅，你不要再违抗命令了。
我是机长，我担当。松手！东阳，什么情况？东阳，什么情况？我命令你松手！松手！干嘛总要跟团长拧着呢？这不就是个演习吗？你给我闭嘴！演习就是为了打仗，打起仗来，什么情况都会发生。你看到没有？公路和桥都是加固过的。树上落满了尘土，这就是坦克开过的痕迹。通知编队减速，我们翻过山梁，沿着一侧飞。这片山谷我们从来都没有飞过，如果离开了公路，我们就更不好判断方位了。我们如果继续沿公路飞，很有可能会遇上敌军坦克。你注意看，这里还有一条平行的山路。我们如果沿这里飞过去，有可能会更加隐蔽的接敌。东2、东3、东4注意，控制飞行速度，保持前后距离，跟随东1，翻越山脊，沿右侧山脊隐蔽接敌。参谋长，3营现在到什么位置了？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过了300米，大概再有1个小时，就可以进入小沙河村附近。前两句黑客一进来，我就知道呀，他们在摸我们的土。既然主动上门，这人情我能不送吗？马上就要出山谷了，3营的佯攻任务还按照原计划行动，按计划执行。告诉3营长，不要有丝毫的犹豫。把戏啊，从眼前，把 A 军主力吸引过去，就算完成任务。我们一定要坚信，只有用3营被歼的巨大代价，才能换取我们长途奔袭的胜利。我们的成功也将奠定敌军的最终胜利。打掉他的燃油补给，就等于切断了 A 军的大动脉。军长之所以能批准我一切，看重的呀，也正是这一点。师傅，你看，我看你们往哪儿跑！1营各车注意，报告展开位置。1营报告，1营进入攻击位置，2连制裁跟进展开。通知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航空分队打开雷达。明白。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频干扰，航空分队打开雷达。命令编队准备攻击，东1、东2，原地跃升。首先对进入攻击线的坦克实施导弹攻击，东3、东4，沿山谷南侧进入，对山谷内公路上的坦克实施火箭干扰攻击。等一下，师傅，这毕竟是演习预案之外的行动，我们还是先请示团长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敌军坦克已经在开阔地集结展开，非常有利于我们空中打击。如果让他们发起冲击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你听我说一句话啊，刚才咱们擅自行动，团长已经很不满意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又改变了返航路线，绕道飞行，这团长一点都不知道。如果再不请示就发动进攻的话，这错误犯的可就越来越大了。你怎么老这样？前怕狼后怕虎的，那请示了也是打，别打别请示不行吗？师傅，你现在正是正营调副团的一个坎上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毕竟这只是演习，又不是真正的战争，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。你现在报告团长，团长也做不了主，他在请示于参谋长，参谋长在请示军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
我是你的副驾驶，我应该听从你的命令。可是发起进攻作战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。我们先报告，也算是把我们侦察到的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指挥部，这对指挥部调整部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。师傅，只要我们报告了真实情况，我想指挥部也不会不同意的。好，报告，钱老板。老包，我是分子，老包，不好，有电磁干扰。团长，防空分队报告，雷达发现我上空有 A 军直升机过来。直升机？对。命令2营防空掩护，低空导弹全部进入作战状态。明白。可恶！妈的，逼咱挺住！命令1营1连立即发起冲击，进入有效射程，马上给我开炮。明白。1营1连，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！发现目标，即刻开火！还是不行啊！别折腾了，地局的全屏干扰，再不打就贻误战机，后方基地就让连锅端了。我们被雷达锁定了。只要让我的导弹有了，他就别想跑。快，没打中，咱们导弹不行吗？不是导弹不行。是这小子呀，飞得太刁了。哼，给我打！动摇，离后方有一条尾巴跟上来了。
哎，这不是咱们陆航团的车？他们来了，我就急了，别跑了。我们现在是第3方舰队，不轰不来，打谁都没商量。那是，我们就坐山帮对一下。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，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。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，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。后勤基地报告，发现帝军坦克部队、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，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。难道帝军真的迂回到我们后方了？参谋长，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。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？受电磁干扰，一直没联络上。这么说，他没有按原路返回。直升机已经撤离。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？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。明白，明白。307、308、309进入有效射程。团长，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，请求开炮。等等，再靠近点，再向前推进500米。团长，直瞄没问题了。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，什么叫泰山压路，什么叫铁流洪水，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。怎么又回来了？不行，强行进攻，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。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先干掉几局乌鸦再说。团长，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，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。各车注意，我是团长虎侠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，立刻转入防空作战。导演部看先锋过来的，这是江海他们吗？不是他，会是谁？报告首长，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。11时30分，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，团指挥车被击毁，指挥系统瘫痪，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。导演部裁定，从11时40分起，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，退出演习。好，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。是。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？报告还没有，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。都退出演习了，他们还干扰啥？联通后，叫江海马上返航，不得延误。参谋长，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，再过10分钟不返航，油都不够了。这一点，江海比谁都清楚。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，不想再节外生枝了。明白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虎
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，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，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。如果江海就此收手，安全返航，或许还能功过相抵，减轻处分。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。师傅，我们该走了吧？好，我们走。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，直插回去，至少可以进50公里。听你的。洞2、洞3、洞4注意，翻过山脊，沿最近航线返航。洞2明白，洞3明白，洞4明白。回家喽。哎，王子，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。哎，这下面是什么？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。没错，干扰源就在这儿。哇，原来他藏在这儿。干掉他！师傅，我们已经没弹了。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，但他还在释放干扰，说明战斗还在进行。我没弹没关系，洞2机上还有火箭弹呢。这样，我们俯冲佯攻，洞2随后攻击，搂草打兔子，扩大战果。这演习都快结束了，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。什么叫没关系啊？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，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。干扰我一上午了，我不打他打谁啊？我看呀，你是没仗打憋得慌。是，我早就憋疯了。通知洞2，战术881洞。洞2注意，洞2注意，目标林中干扰台，执行881洞战术。洞2明白，战术881洞。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，在干扰对方的同时，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。显然，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，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，不幸躺着中枪。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。师傅，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。你说的都是屁话，现在打不就是练吗？来，返航的油还够不够？返航是勉强够，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，可就说不好了啊。行了，够回家路费就行。下去了。爽！不好，我们被导弹咬住了。看清楚没有？什么弹种？好像是肩扛导弹。我靠！
师傅，这怎么回事？总局拉到头了，山地还是不错。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。看来是不可能了，尽量保持平飞，冲出山谷。从山谷绕过去，油量肯定是不够的。先冲出去再说。叫部长下来，看看怎么回事。不行，师傅，我们迫降吧。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，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。团长，指挥部来电，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，明天一早开总结会。我们败了。是的。海军陆航团，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。哎，团长，你看，就是这小子，还没完没了呢！快，准备战斗！哎，团长，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？大队长，你先跟我们回去吧。不用管我，你马上返航，救援队会来的。团长啊，你看，哟，好像是首长来了，抓紧时间集合队伍，快！明白。集合！集合！这个追，向前走。首长同志，第一集团军坦克团参演任务完成，准备撤离，请指示坦克团团长顾霞。请稍息。是。小心。顾团长到。我对你们坦克团声东击西、大纵深机动战术很有兴趣，所以我要特意来你们那看一看。报告首长，我们没有完成任务，我有责任。对抗演习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训练，不存在着谁胜谁败，目的是练兵，练的是协同指挥，练的是战术意识，练的是创新战法。我在演习指挥中心看到了你团的战术运用全过程，从网络渗透到反渗透，从信息伪装到三营佯动。你们敢于拿出2个重装备营，实施了大规模的奔袭、大纵深的迂回穿插，胆子够大的。
可思议了吧？他们的机步营怎么突然出现在我们防空营的方向了？难道他们的装甲车会飞吗？失去了防空营，就失去了制空权。命令最近的装部1连2连火速增援。明白。拐洞幺，1911、83洞1，命令你们立即起飞，执行预定作战任务。阿明，露露，可以起飞了。是。洞东1，我是234，我部已完全占领 D 集团军防空营阵地，敌防空营已被我全歼。报告营长，所有地方都已经找遍了，根本没有发现无人机残骸。这是我们找来的一个卫星定位仪，看来是从无人机上拆下来的。我们上当了。洞东1，我是234。营长啊，要塞已全部由我占领。刚才地狱军有一个装甲连攻上来，着火了10几分钟就退下去了。好，加强攻势和阵地，他们一定会再次反扑的。明白。等等。啊？你刚才说交火10几分钟他们就撤了？对啊。不是因为遭到你们的压制才撤的？我刚上来，3班他们先上来，发现地狱军有装甲车攻上来，他们就先组织作战，刚把8、9班那个附近给占了，人家掉头就走了。怎么了？马上撤！撤！不这么多了，要塞里的人也沿路撤回，其他人乘直升机马上离开，快！明白。所有人准备撤离。队长，江海的无人机打开了，硬盘打开了吗？数据传送下来了吗？没有，硬盘里的数据都已经自行清理了。我们用了很多种方法，都无法对付。这么说，他们也是白费了。不，刑侦数据都已经实时回传到了江海的侦察平台数据库。哦，工程师说，这不是我们部队列装的无人机，是种新型高端机。它配备有全新的激光扫描系统和实时侦测系统，而且分辨率非常高。它还带有红外热敏装置，所经之处，地上任烟盒大小的物体，它都能用3维图形还原出来。这么说，我们隐蔽起来的坦克都被他们拍了下来。我想，只要是它飞过的地方，都是一览无余吧。哎呀，看来我们必须改变作战方案了，否则这样就会被动挨打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旅长，自行火炮营和自行火箭炮营都已经进入各自的发射阵地。打，把33的高处炸平了。
234，我是梁长松，你部迅速撤离，按原路返回。234，明白。庄步营在这儿，还剩2个坦克团深藏不露啊。我估计离古峡的指挥所不会太远，不如叫江海先打他们指挥所。对，铜马蜂窝了。拐洞幺，拐洞幺，命令你编队对 S 洞幺发起攻击。拐洞幺，明白。一纵队，目标 S-1。拐洞2，命令你立即对目标 S-4发起攻击。拐洞2，明白。目标 S-4。拐洞3，命令你立即对目标 S-2实施打击。拐洞3，明白。目标 S-2。姚副队长，您过来一下。队长，我估计330高地应该炸得差不多了。通知庄步营3连，马上返回330高地，我们也上去了。是。你还别做装甲车指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江海在咱们这儿待了1个月的参谋长，他对这台车实在太熟悉了。你还是做越野车指挥吧。好，强子，强子，到，开车。好。收到，请讲，请讲。收到，收到。
参谋长，怎么回事？报告旅长，肯定是江海那小子给打的。奶奶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准。小子，走，不能走公路走了，从小树林绕道而行。是。检查怎么样了？报，这辆车坏了，抓紧时间抢修。是。你们两个上我的车。明白。陈班长，跟我们走。是。这是一场强龙与地头蛇的较量，也是一场双方指挥员智慧与性格的博弈。武侠在左童军江海的舆论战、心理战、电子战、信息情报战和快速机动的突击战等组合拳的步步紧逼之下，完全乱了阵脚，不得不四面出击，却被陆军1号武装直升机逮了个正着。地头蛇被逼出动，成了捕蛇人的囊中之物。连长，陆军1号肯定是被我们的炮火打得不敢再回头了。哼！上阵吧，上阵吧！我是装部3连长，我连已到达330高地，陆军1号阵地被我炮火彻底摧毁，人员溃逃，无影无踪。山包收到，山包。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旅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江海，我没想到你敢骗我。兵不厌诈嘛，旅长，这可不赖我啊。昨天晚上我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你，我们的战术意图就是生擒顾侠，可你就是不听啊，还出来到处跑，实在对不住了，旅长。想着
还在纳闷都已经改成越野车了，我怎么还能跟踪到你啊？看看你副驾座椅下面放的东西吧。就是通过它发出的信号，我们通过卫星定位发现了你的位置。队长，小弟给你赔不是了，来，必将赎金请罪。吴旅长，对不起了，只能说是你们运气不好了。局长，演习指挥部通知，演习到此结束。这是裁定书，请您签字。